美国再度击落飞行物体。然后如果中美开始打仗的话，比特币会怎么样呢？然后 SEC 呢再度出手，目标 BUSD。然后 PayPal 呢因为这件事暂停推出稳定币的计划哦。然后临时插播币安可能真的要完蛋啦，我会放在前面先把它补上去哦，后面大家再帮我看完就好咯。嗨，大家好，我是小韭菜那个，这是一个关于韭菜成长励志翻身的频道，对，会励志又翻身哦。我都会常跟大家分享一下新闻资讯、行情走势或是即时币圈消息。如果不想错过任何即时风险提示，记得按赞、订阅、小铃铛，把这个9按下去。对啦，以下呢所有分享都是个人经验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哟。美国在我剪片剪到一半搞这一出啊，他不知道剪片很累吗？好，我就把它直接插在中间了。他目前的状态我觉得不太妙啊，所以我后面讲的那个看法呢，不敢保证，他有可能就想把 BNB 直接打死，也说不定。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小心谨慎。紧急哦，各位，他已经证实现在已经 Pesos 不能再铸造 BUSD 了，而且 BUSD 已经脱钩了长达10个小时，我现在才注意到，对，10个小时其实很久哦，代表币安到底会不会有危险呢？我们以前经历过 FTX 的事件哦，那时候比较掉以轻心哦，这次我觉得还是小心为主，可是又要避免踏空呢，所以你的仓位分配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大家自己好好评估一下自己的状态哦。然后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密切关注 BUSD 到底会不会脱钩，晚上可能还有一波，明天呢就要公布 CPI 指数啦，不要再专注于盘面，去好好过一下情人节啦。如果你觉得你非常紧张的话呢，可能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仓位太重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没有做任何的二手准备，就是你没有想过，如果它突然崩跌的时候，你到底要不要加码，或是它突然暴涨之后，你到底要不要追？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想好的一个事件。然后最近我都跟大家说，就是尽量留50%现金在身上。至于为什么后面讲到飞行物体飞来飞去这件事哦，会不会造成下一个的黑天鹅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等它出来才会知道。可是目前呢，就是以盘面来做一定的操作，可以让整个操作里面更顺畅哦。据报道哦，美军10日下午呢，在阿拉斯加上空击落一个不明飞行物体，目前尚不清楚这一物体的来源。11号呢，于加拿大上空再度击落不明飞行物体。最近的飞行物体非常的多哦，从气球开始一路，他说目前已经击落了4个飞行物体。先来讲一下关于阿拉斯加的飞行物体哦。他说飞行高度呢在4万英尺上下，严重影响飞行安全。所以美国白宫呢立刻下令北方司令部啊，将飞行物体击落。然后空军发言人呢在记者会中表示啊，不明飞行物体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人为操纵的迹象，也没有任何的武器。可是呢，它的大小跟一台汽车差不多，很大台，汽车多大台？各位，它飞在空中的不明飞行物体。然后目前呢，美军还在检查残骸中，然后预期分析之后会有更多的资讯出来哦。然后因为呢，它掉在阿拉斯加嘛，那边有很多的伏兵，所以它预期打捞完毕呢，还有一段的时间，所以会相当的缓慢，所以我们就只能静待结果。然后另外呢，美国国防部在昨天的傍晚指出啊，于美东时间12日下午2点42分呢，在密西根州的休伦湖上啊，击落另外一个飞行物体，没有造成任何人伤亡哦。他们说12日早上呢，侦测到这个物体飞行高度大概只有2万英尺，然后描述呢为无人驾驶的八角形物体，虽然没有造成动态的军事威胁啊，但它还是进入了很多美国敏感的军事地带啊，所以目前呢又要继续打捞它的碎片，确定它到底有没有潜在的侦察能力哦。再来啊，你以为只有美国被入侵吗？中国呢今天早上也发布了一则新闻，在山东省的青岛市漠区海洋发展局啊，今晚接获通知啊，山东省日照市外海发现不明飞行物体，且正准备击落，通知所有的渔民注意安全啊，更要求协助拍照打捞。然后据澎湃新闻等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流传一个图片，这个简讯上面就是写啊，接市局通知啊，日照附近的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体，正准备击落。请海上作业渔船注意避难，具体位置东经125度51分，北纬35度37分。如有降落物降落在你的渔船附近，请协助拍照取证，如条件允许，请协助打捞哦。但后续的结果啊，就是还没出来，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最近就是一堆的飞行物大战啊，对，真的很可怕的感觉哦，感觉中美大战一触即发哦。然后呢，对我来说，我们是财经频道嘛，所以我一律以比特币会有什么影响为主嘛，所以
我就拉了一张图，我就看了一下俄乌战争是什么时候开始打的，各位，2022的2月24号。好，所以来看一下这张图。好，我们看一下2月24号，那时候比特币呢从开战的瞬间从大概约39000的位置跌到了大概33000左右的状态哦。这样算起来应该大概是10几%的跌幅啦。可是呢，隔几天呢马上就收回来这个位置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战争就算发生之后，可能当下会有强大的恐慌，可是对长期趋势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哦，除非引发到更全面、更广泛的世界大战。再来SEC 的重锤再度出击啊，这次的目标呢就是 BUSD， 然后因为他说BUSD 呢涉嫌违反投资人保护法，然后它是由 Paxos 与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共同创立的稳定币，然后 Paxos 呢在以太链区块上发行 BUSD， 但另一方面呢，币安也在币安链上提供 BUSD 挂钩的代币。所以呢，华尔街日报指出就是美国 SEC 目前已经向 Paxos 发出威尔斯通知，当中提及呢 BUSD 是一种未注册的证券，然后此计划呢对它起诉，因为违反投资人保护法。然后至于什么是威尔斯通知呢？威尔斯通知呢就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计划对个人或公司采取执法行动时，会发送给他们的一封信。他在 SEC 调查结束时就发布了通知相关人员或公司 SEC 已经得出结论，他们被控违反证券法。然后发出这个通知之后呢，还会给公司提供一个辩解的机会，通常有30天的时间，以法律的摘要形式提交一个答复。然后呢，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收到威尔斯通知的人呢，有80%的人最后还是会面临这个指控而上法院。所以呢，代表美国 SEC 最近动作真的蛮多的。但这件事大家觉得是一个放的恐慌，还是真正的消息？美国要准备大行动了呢？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后来我看到一个看法，我觉得我好像蛮认同的，就是呢，美国如果把每个稳定币都打得乖乖的，不管是 USDT、USDC 或是 BUSD 都乖乖的去买美债的话，他们就不用愁美债没人接盘啦，各位。所以我后来呢就去查了一下 USDT 跟 USDC 的美债购买额度现在到底有多少？大家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币安它目前的美国国债呢有 3.89B， 也就大概是38.9亿的美元在国债里面再来，这个是 USDC 网站上新添的资讯他说美国短期国债呢，它有 32.8B， 也就是328亿美元的国债，整整是币安的10倍以上然后 USDT 呢，它的官网是写有70几%的美国国库券，所以我找了一个最近的新闻，可是其实也有点距离了，大概6个月前，他说泰达币呢持有289亿美元的债券储备。结果一目了然基本上 USDT 跟 USDC 呢美债的储备都有300多亿，而 BUSD 呢现在大概只有30几亿相差了10倍之上所以美国如果把这个也弄得乖乖的，让他买更多的美国国债的话，他们就真的掌控了稳定币所有的体系各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呢并不是一个坏消息，说不定还是一个利好。美国如果真的整顿所有的稳定币之后呢，那它一定会让它继续发展嘛，因为你有3个蓄水池可以买我的美债，所以你的加密货币市场就让你继续发展就好了，反正我更多人可以买这个债券，我就不用管其他国家的颜色了。对，我觉得这个观点好像蛮有道理的，所以我也蛮认同这个观点的。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啦。目前可能就是走向这个方向，当它全部搞定之后呢，真正的监管法案可能就会出来咯。最后 PayPal 本来要在未来的几周内就推出自己的美元稳定币而且就是跟 Paxos 合作，可是因为 Paxos 遇到这件官司呢，所以他们只能延后。然后他发言人出来表示他们正在研究一种稳定币，如果他们寻求向前发展时呢，还是会与相关的监管机会结合。所以如果连 PayPal 那么大的市场都加入稳定币的话，那代表购买加密货币资产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容易的我们现在可能就在这个风口之上。好，然后今天的分享大家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见，拜拜。